预备，开始。很多人都在说《如懿传》要讲什么？我们之前的想法是讲一对帝王夫妻的婚姻围城。臣妾乌拉那拉氏受恩于君，令主中宫，必恪尽厥职，端理后宫。我觉得《如懿传》讲的是一个一男一女的一个情感的经历，不仅是婚姻的困境，是一个人性的困境。《如懿传》更像一首挽歌，对封建的这种帝王式的婚姻的控诉吧。我对他的小说感兴趣的原因，也是他整个的还是基于一个对历史基本尊重的基础上创作的。乾隆皇帝在历史上，活着的皇后有2位，都是给他的这个感情生活带来了非常跌宕起伏的情感经验的人。第一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孝贤皇后，很可惜吧，她37岁就去世了，对乾隆皇帝的打击非常大。过了2年，乾隆皇帝把乌拉那拉氏抬升为皇后。在她这个成为皇后之后的几年之内，生育了2个皇子，1个公主，这个说明这个关系可能是还是比较亲密的。乾隆3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次皇室的变故。他们当时是正在南巡，突然就把这个皇后送回去了，送到北京去了。被皇帝剥夺了他的历次册封的封号，册页都收回去了。奴才这就拿回去交差了。接下来，这个皇后突然就病死了，这个乾隆皇帝甚至只以这个皇贵妃的身份葬她了，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祭祀活动，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的第1位皇后确实是死后享尽哀荣，第2位皇后好像死得特别离奇，现在可以称作为乌拉那拉氏之谜了。史料中也特别的隐晦，包括她的断发事件。说这个皇后呢，她突然自行断发，对满人的国俗是大忌的，尤其她身为这个皇后。断发，皇上，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皇上您还健在，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关于她断发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是出于争风吃醋，有人说是出于这个更年期，什么样的原因都有。我们一开始能看到的是，基本上所有的妃子那个心血之平图，从这个她的这个皇后到各个妃子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画像。这里面没有乌拉那拉氏，这可能就已经把它从这里面撤掉了。那这个呢，就是乾隆皇帝的御妃冤寝。乾隆皇帝一生呢，一共有正式册文的后妃呢，一共是41位。被废掉的乌拉那拉皇后，她死后呢，竟然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竟然借用了纯惠皇贵妃的地宫和纯惠皇贵妃呢共用了一个墓穴。破坏的很严重的这个呢，就是乌拉那拉皇后她的棺椁，死后的待遇很惨。皇帝，你把如懿塞进了纯惠皇贵妃的地宫，不设神牌迹象，还抹去了她在宫中所有的一切史书记载，画像遗迹，你这可是过了些呀！我把它从这个以前的所有的画像中抹掉，把它从任何的历史记载中抹掉，甚至要从我的记忆中抹掉。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可能到现在来讲，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一对夫妻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他们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现在到我们开拍16年，就整整4年的时间，主要是跟编剧在不停地沟通剧本。那我觉得作为制片人来说，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文本，最后实现成为一个好的戏剧，其实还是很多地方是依赖导演的引导的。我想拍一个大古装的。其实汪导呢，近几年来被大家熟悉的作品都是一些现代家庭剧，但他曾经有一部作品叫《苍穹之宝》。这部作品呢，其实在我们的古装剧的历史上，大家给了非常高的美学评价，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这正好在这个时候找我，我说正好，我还真是想拍，所以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合作。小说和剧本其实它是两回事，小说可能从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通过大量的一句话就把前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但是剧是观众要看到的。从小说到剧本，完成了非常多次的沟通和修改。至于吧？我这是唱个歌，我那个就是很简单，他哪怕做坏事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他是被人蒙骗的。现代人的婚姻跟那没有可比性。对皇帝的这个人生的情爱的这种落空是有打击的。天那边有点说拿这个事吓唬他，让他早产了。哦，那不能。哦，有，这已经在暗地里保了他很多了。我现在看不懂，我觉得最初的剧本到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完成一个文学性到戏剧性转变的过程。我说他是另外一个世界啊，突然如意就手电了，知道吧？啊！如意的一惊，胡一和他怎么变成你了？戏说正拍，很早就体会到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拍得很真实。我觉得这是挺好，让它落了地。轻的这样的语境，观众是蛮认可的，他会觉得你挺真实的，他觉得宫廷生活好像就应该是那样。从风格上来讲，一个诗意的又比较写实的古装正剧吧。很多人都在说《如懿传》要讲什么？我们之前的想法是讲一对帝王夫妻的婚姻围城，围城的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其实呢，在宫廷当中，没有人有出去的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是婚姻的困境，是一个人性的困境。而《如懿传》可能更多的是探讨的人性的各种可能。我希望观众把它当一个艺术片来看吧。要把一个好看的故事，最终用演员每一个人物来表现的时候，还要解决这个叙事和整个人物建立之间的问题。那周迅呢，之前呢，就是肯定是先找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了啊，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剧本了。直到他们把剧本看完，说可以谈，把手中其他的事情都忙完的时候，跟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隔了很久了。很激动，虽然心里有过期待是周迅来出演，但没有想到会成真。周迅在我们剧里就是定海神针这个作用，就感觉有他在真好。因为我自己没有拍过清宫戏，也是想要在清宫的世界里就演一演。从形象到表演，我觉得如懿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第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个电影里面合作，然后演戏下来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然后才有了《如懿传》。霍建华呢，因为之前我跟他拍过《女医明妃传》，然后宣传的时候我在上海专门去找他，我说建华要不要我们再来拍一部古装戏？霍建华的颜值非常惊艳。其实我有跟他聊过，我说电视剧中的弘历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男性，为什么你会愿意来出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见的角色。他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演一个十全十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愿意他复杂一点，去挑战自己。其实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有时候觉得乾隆好可爱啊，我要是女观众，我也会喜欢他。然后有时候又好憎恶这个嘴脸是吧，那么狭窄。谁做的？谁做的？是臣妾所为。就是这种两极的东西，演员演着很过瘾，可能编剧和也写得很酣畅淋漓。其实就是很难在一个影视剧里面把一个人物写得这么的全面。他真正注重的心理刻画，尤其到后期，每一场戏都让我那个眼神我都觉得都对、都准，都是我想期待的那个样子，给你很多空间去发挥。从霍建华本人的表现来说，我非常满意。他不只是长得帅，有比他长得更帅的，但是霍建华他就有他的魅力。你一直拖着乌拉那拉氏的事不处置，
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罪不可恕，理应即刻褫夺封号，废为庶人。他眼睛里的很多东西可以做到让我被融化，他对如意的一切，我都能够理解他的每一步。君梅姐就是像好朋友一样，叫一下她就说好啊，很开心啊，来了。被邀请了，然后就是参与到这个剧组，饰演太后钮祜禄氏，没有其他的角色可以演。吴君梅很可爱，以前都合作过，大大咧咧的哈，没心没肺那样哈。你这头牛，我还真是牛到家的。你这头牛，不是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吧？皇后要失去身份才对。然后陈冲老师呢，其实是有一点波折的。当时他给的时间啊、条件啊，我们都觉得好困难，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哎呀，姑母这个角色，可能其他人也没有办法驾驭。呀，你要看着我死，干嘛？青云，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妻妇了，再不能出第二个妻妇了。然后我们再不停地谈，最后终于争取到他来。张丰毅老师他一来以后，我们觉得对了哈，是很难得的合作。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弘丽啊，你已经大了，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总的来说，跟这些老戏骨合作很愉快，戏完成的很好，台词啊什么的都很棒。这3个人非常非常的合适、准确。看着我就想笑。演员，因为这决定整个戏的风格。因为这是我第一部参与的古装戏的作品，也是演员参与人数最多的作品。其实真的挺焦虑，不知道哪儿找到那么多好的演员，而且筹备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在《如懿传》选角的这个过程中，特别的严谨，特别的漫长，见导演，然后试妆、试戏之类的。上回敢用4货的白花丹做了香包送去我们那儿，这回再做好的，我们也不要了。你现在稍微有点像小主了，不太像个丫鬟。自己把自己放到角色里面去。演戏是什么？就是人物关系。你跟秦丽和跟金玉妍在一块儿，它是不一样的，那是奴才。我们试了多少戏啊？不停的试戏，反复。有的人来过4、5次、5、6次的都有。每天见演员，他也每天见得头晕脑胀。某种意义上讲，导演也算是有时候会纠结，但是没办法，这个戏的压力太大了。我每一个演员，首先形象要跟我想象中的这个人物符合，看他以前的作品。看他的表现能力啊，各方面综合的东西，不完全是颜值方面，当然颜值很重要，但是表演能力也非常重要，兼顾吧这两者。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导演也是很辛苦的。大部分是看实力，但是小部分也是缘分。那个时候我们5个月的时间见了2000多个演员，这个阶段是付出更多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角色大概加起来是324人，我还挺满意的吧。这次对整体来说，是不是新人这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他是不是那个人物吧。汪导是演员出身，他还会演戏，所以他对于演员现场状况的一种情况调整，对于戏的把控和整体表演节奏的把控敏感度更高。非常非常喜欢跟又能演又能导的导演合作，因为我认为演员在表演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导演去指导你。演的没有问题，就如果咱们要合作的话，就希望你身上能有一点特质，怎么能创造一个形象？汪导在演员情绪的把控，包括戏的调度啊、戏的节奏，特别棒，特别准。一个演员如果说能碰到这样的导演，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前期的具体分工嘛，汪导在那边呢，他选演员，我选景。2、3月份以后啊，我就大部分时间就在外地，苏州啊、宁波呀、无锡呀、横店呀，我都来了好几次，包括内蒙。往这边走，好。下午太阳在那儿，就是那个从那下去的，他俩从这上刚好就是夕阳，就是因为那片山，到下午的时候打出那片山是金色的。原来我想大营是建在水边的，特别
别晚上，如果是我们拍那个大的篝火呀，水中的倒影，是吧？想象中是那样子，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呢，没有大家能拍成，这就是遗憾。陆陆续续的，差不多有2个多月那样。和导演一块儿看景，看完景统筹规划，怎么安排合理，先拍哪儿，后拍哪儿，方方面面的事情吧。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每个部门都在争分夺秒，不断的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这个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特意的组织了历史讲座，为我们的团队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创作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请了老师来上课。拱手礼呢，什么时候用？王丹姐，麻烦您站起来一下。我施礼，你在那受礼啊，手一摆在，然后你还一个拱手礼。然后王丹姐好。变尊者了。对，是您是尊者。张老师好。哎，您大了，还有是尊者啊，对。我们跟别的戏不同，是不仅仅我在讲礼仪，还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和朋友来帮助我们主演，让他们慢慢走入自己的角色。我在上的是一个清代的一个宫廷史，在史料之中是非常难看到后宫这些女人她们的生活的。嫔妃侍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送过去之后呢，到第1间房把这个衣服脱掉，这个裸体成进。第2间房的时候呢，你再穿上，换一个衣服。到第3间房呢，就是皇帝的寝室。听宫里的规矩，然后听一些故事。演员们他们要接触的清代宫廷的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那嫔妃他们呢生活是基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大家都是进入在那个氛围里面，不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很有趣，我们好像真的在宫廷生活一样。对于每个皇妃来讲，只要她生过儿子，她都有希望成为太后。那她最大的寄望就是她的孩子。就是从各个方面，历史啊、艺术啊、军事啊，就是各种方面去了解如懿在的那个时代。大家如果能有一个对这个清朝历史的基础了解，或者说是对这个宫廷史有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的话，我想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对自己人物的认识，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尽量立足于历史中的帝王的这种形象，然后再把它通过戏剧的方向呈现出来，会比我们简单的从剧本写出来的那个人物会更有血有肉一些。在乾隆皇帝摄郎图中，更多的是展现一位年轻的皇帝，这种姿态的呈现，企图叙述的是乾隆曾经做过这件事儿，而且他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皇帝也是人，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所以都会抓住这些人性的点，去把它放大、延伸，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乾隆。富察氏家族还有乌拉那拉氏家族，这样4个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影响到后续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尊重历史，但是也不会拘泥。我们还是艺术创作，你是在看一个艺术作品，我们尽量不会去误导你，但是你也不要去完全跟历史去挂钩。就是我们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去看待古代，对过去的那些事情，我们有新的态度，构建一个新的视角，在原有历史细节过程当中做一些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造型。因为我们并不是界定于在乾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表达清整个文化的一个形成，包括我们的场景。实际上要把这一段的故事放在整个历史这个里边去看，横着看完了要竖着看，放在那个时代全球的环境里边再去看。我希望在原来的历史证据的那种感觉之上，再加一些新的浪漫的元素。《如懿传》它还是属于通俗文学这一个领域。当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觉得如何找到它的独特性。跟韩中老师从草图开始，一直不断的在他和导演之间做一些艺术方面的沟通。一定要是在乾隆盛世，那个时候的国力是最强大的嘛，这种辉煌感啊，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要强调出来。上边这样，光从这边打过来的光束，他这样，然后他往前走的时候，他脸会有一明显的暗。就是一个房间一个院，白的那个地方回廊，还是回廊？回廊那边是他的正殿嘛，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陈设的方式，清朝的皇帝在这边可以，明朝皇帝也可以在里边。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辉煌，这属于《如懿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一个戏。本着一个原则，每一个小景或散景都要按照主场景去对待。一共搭了
有6、7个景吧。常规的周期呢，在棚里面就是最少是2个月嘛。其实我们改景的这个量其实也很大，其实也没有分哪个是特别重要的，其实都重要，索性就都好好把它弄出来。实际上讲嘛，就是讲前3殿后3宫，在横殿就是它原来就有养心殿的主殿，然后我们在棚里边又搭的它的东转阁，然后它的回廊、它的后殿、它的御花园，所以面积到用时到费用是最高的，很华丽，但是这个华丽不俗。关键是它那个颜色和我们的造型很统一，细节做得好，做得细，而且呢还有很多真材实料、有质感的道具。因为肌理这些东西是很难做出来的。就我拍一个香炉，哎呦，你在拍上去的时候，在给特写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就它那个质感特别好。所以一开始呈现那个场景我特别满意，它好多都是真的。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还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戏里边找到一个总体的感受。你会觉得有历史依据，但是同时又有不俗的现代品味。这个美术的感觉是走在很前面的。我觉得清宫戏也就这样了吧。韩中这次的美术做的分寸把握得很好，就是写意和写实之间、唯美和真实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张世平跟韩中也是一样的方式。这次主要是因为周迅他说他很希望跟张老师能够有一次清宫戏的造型合作。18有周迅，15号开机。因为我们13号想拍海报，他的妆有没有可能在那天确定？他没带过，没做过。你写一想，不然你做的限量做不完。在这之前呢，张淑平老师没有做过清朝的服装造型，周迅也没有演过清宫戏，这一点是真的啊。所以呢，这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一拍即合，开始合作。我跟张世平一聊，我就觉得他的想法特别，就是我们能不能往回找，我们真去挖掘，把所有的以前清宫用过的东西，我们都看一看。这次用了很多古董，所以其实你在想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复古复到那儿去，挺棒的呀。看的还瘦一点，这个脸。陈东勋老师呢，我觉得他其实在这次的造型过程当中非常的用心。他跟我说，他希望是把这次的造型当成对清朝服装的一种自己的理解。我不希望他大家只是看到了乾隆清300年的这种服饰文化，我希望把它浓缩在这个60年里面。他会把清朝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美学风格用在我们剧中不同人物的造型上。清宫的服饰各种特点、特征的东西啊，要做一个更大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可能要把更多的细节要做出来。里面这种清时期的滚绳子、嵌牙子，它这里面都是牵扯到很多工艺上的东西，这里面都是有绳子的，要不然它的立体感不够。肉眼你几乎是看不出它有瑕疵的地方。你包括我们牛舌领，尤其是前门襟的这一块，做多大、多宽、多窄，然后它的滚边到底是有1分还是2分还是0.5？这次呢，在面料上面用很多纱质的面料，包括用背心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创新的探索。陈老师对于各个细节要求都特别的严格。比如像这种所有的水粉颜色，到最后我们完了之后，我们最后还要重新再染。有一些颜色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还要再手工再去重新去染一下。特别艺术，它特别有想象力，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们拍出来那个衣服加上那个头饰是非常有质感的，一看就是制作非常精良，而且是花了心思去打磨的，拍出来都非常的震撼，特别精细，特别好看。它在那个光下面会有不同的颜色，我会觉得。我整个走到现场的时候，那一刻把那些衣服往我身上一挂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立马就是在清宫里的，然后立马就是太后了。我能够感到那个太后，我能够摸到她。哎，我每一件都爱，我想把它那个都带走。观众将来肯定会一饱眼福的，因为造型、服装都特别美。真的是很美，我会觉得整个的人真的是从这个景里面走出来的人。
传创起来，成千卷，四海共读，为何与今日风景开启？导演们请批评。终于开机了，看了大概几千份的演员的资料，我们这的道具很多都是真正的古董，在艺术上，在观赏性上，以及在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上，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争取拍一部名副其实的良心剧。谢谢大家。主创之间对这个项目在不断的进行当中，给团队信心，鼓励大家要把这件事情做好。55期35场，8年一次。D E F E D。可能《如懿传》就是《如懿传》，更恬淡，耐人寻味，更适合你去品。给你这么好的创作空间，肯定就是要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超越。往右一点，往右，好，脚头，快！我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从看《如懿传》这个角度去看，是你看到宫斗有多残酷，而不是去学习。很人性，在情感方面其实挺真实的。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看，它有一帮特别优秀的演员。一人一次心，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一次心，希望大家能好好体会，去感受。我们每一场戏都那么用心，然后眼泪都是发自内心流下来的，就希望大家能看得进去，然后也喜欢《如懿传》，多多支持我们《如懿传》，然后希望我们的戏火。每一个部门真的是卯足了全力在做，就是精致。我觉得特别像电影，它很考究。这么精良、这么大阵容的这样的戏，我觉得不太多，肯定是一部清宫戏里的经典。我对它特别期待，这是一部很上乘的精良之作。这是一个认真的作品，各个方面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们的场景的设计，包括拍摄，你能看到的，我觉得这个点你是体会到，这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好好的欣赏这部剧，因为毕竟我们花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会给观众一些惊喜的。艺术的拍摄其实是一种不断的情绪的情感的凝结，那这部分的工作其实也许是我们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最珍贵的部分因为那个里面有情感。给熹贵妃娘娘请安，青音来迟了。青音格格怎么来这么晚啊？得了，既然来了，就去那儿站着吧。是。来了。我来看看你选谁，这样的好戏怎么能错过？选秀继续。乌拉那拉氏，满洲正黄旗，
所领纳尔布之女。皇三子弘时，萧宗吉出玉牒，朕从此再无此儿子。皇阿玛，皇阿玛，你不要这样对儿臣。皇上，皇阿玛，皇娘救我！皇娘救我！皇上，皇阿玛，皇阿玛，皇上，皇娘，皇上，您不能这样对待您的长子啊！皇娘，皇娘，皇上息怒，都怪臣妾教养不善，臣妾知错，自愿禁足半年。禁足半年，弘时如此胆大妄为，结党营私，你敢说没有你这个养母的授意？皇上明鉴，臣妾没有。如今，你连朝中的军国大事也敢伸手，朕不能再留你了。臣妾知罪，臣妾再也不敢了。朕念在与你运有一子的份上，不会废后，但也不得不处置你。皇后乌拉那拉氏扰乱后宫，彭擅朝廷，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皇上，禁足景仁宫，非死不得出。皇上，朕与你此生不复相见。皇上，您不能弃绝臣妾。来人！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皇上，皇上，皇上！弘历在哪儿选福晋呢？回皇上，在降雪轩。富察氏端庄持重，是为侧福晋之选，赐荷包一个。就是侧福晋，离福晋就是啊。谢谢阿哥。西月格格人如其名，东方未晞，月色风霜。谢四阿哥夸赞。如此美貌，赐黄金100两。谢四阿哥。青音格格聪颖伶俐，是为嫡福晋，赐如意一把。嫡福晋，这就选中了。真没想到，我是来给你长眼的，你给我这个做什么？说好给你就给你的。我跟你开玩笑的。谁跟你开玩笑？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不得儿戏。你得拿，我走了。怎么，不敢拿？额娘，我选完了。恭喜青音格格为嫡福晋，谢恩。谢四阿哥。弘历，皇上驾到。皇上万安。皇上，咱们的四阿哥已经选了青音格格为嫡福晋。那不成。皇阿玛，有何不成啊？青音格格是皇娘的侄女啊。正因如此不成。皇后犯错，已被禁足景仁宫，非死不得出。皇上，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受您如此严惩？皇后谋篡皇位，朕没要她性命，
尽是宽容。皇上，皇后娘娘已经受到严惩，您万勿迁怒三阿哥。皇上有旨，皇三子弘时、萧宗吉去玉蝶，再非皇室中人。皇阿玛，三哥就算犯错，也不该受如此重罚。请皇阿玛看在父子情分上开恩吧。天家先君臣后父子，你不必为弘时再求情。还有，青英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如今这种情形，他能不能入你的府邸，你要细细的思量。皇阿玛，青英格格一直待在降雪轩，他什么都不知道，不该无故受牵连。再说了，他被三哥拒婚，如今再失了名分，一个闺阁女子，如何在世间立足啊？你在替他说话。皇阿玛圣明，皇娘犯错受罚，不该祸及家人。青英格格也是您的家人呐。弘历，别再惹怒你皇阿玛了。苏培盛，奴才在。送青英出宫。这，青英哥哥，请吧。姑丈，青英哥哥，请谨慎称呼。姑丈，还请您看在和姑母10数年的夫妻情深，可以稍稍厚待姑母。青英无福，侍奉在您的左右，还请您保重。弘历，别失了分寸。皇上，今日选福晋是喜事，咱们要不把福晋给定了？弘历，罢了。现在吉时已过，正看弘历也有些累了，改日再议吧。恭送皇上。开门！青英哥哥，你可快着点儿，你要待久了，奴才可是吃罪不起。谢苏公公，我即刻出来。姑母，姑母，姑母，青英，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没有选上福晋？是不是受了我的牵连了？皇上让我即刻出宫。果然如此，你快出宫，别理会姑母了。姑母，我会想法子去求皇上的。不能求，否则只会让皇上迁怒乌拉那拉氏全族。你回去告诉乌拉那拉氏上下，谁都不许替我求情，免得再遭皇上责难。姑母，走，快走。青英哥哥，时辰不早了，走吧，快走。姑母，你一定要保重啊！我会想法子再来看您的。走吧，走吧。青英哥哥，你快走吧，你要小心。嗯。是阿哥。青英妹妹，
对不住了。姑母是要永远在这儿禁足吗？咱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现在皇阿玛正在气头上，等我缓一缓，我会再求。比起你苦争力求，我说话更方便些。多谢四阿哥。江雪轩的事，你再等等我，我会再去求皇阿玛，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苏培盛，奴才在，好好送青音格格出宫。这，哥哥请吧。儿臣请皇阿玛安。若为昨日之事而来，就免费口舌了。嗯，你不是喜欢舞文弄墨吗？来看看，朕这幅竹子画得如何？世人画竹，皆用墨色。东坡居士首开朱竹之风，儿臣曾经见过黄马法画朱竹。说起来，朕倒有些羡慕你啊。朕从未见过你黄马法画朱竹。儿臣也从未见过皇阿玛在此作画，从前并无机会。宫墙之内，天家父子少亲近，也是寻常啊。宫墙之内，只求一所愿之人，也是不易。天下的事，并不是你所求就能所得。但事涉无辜，儿臣不得不表明心迹。是否有人无辜，就那么要紧吗？要紧的是，你选一个什么样的福晋。皇阿玛，这么多年，这是儿臣唯一对您所求。儿臣从小和青音相识，性情相知。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儿臣并不在意。以前你可以不在意，如今你却不能不在意。跟朕来。坐上去。朕让你坐上去。是。儿臣为难。为何为难？儿臣做，大不敬；不做，为皇命。所以啊，身在皇家，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你也坐。来。朕坐在这龙椅上，一样不能随心所欲。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说实话，朕也不能不替你考量。可你的婚事，并非你一人之事。从朕的角度去看，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弘历啊，你已经大了，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国事和婚事，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与你合适的，
未必是你所愿的；你必须做的事，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每一个决定，有它的所得，也总有它的代价。儿子明白，富察氏端庄大方，堪比嫡福晋之选。不过皇阿玛，儿臣还是希望青英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乌拉那拉氏既是你唯一所求，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儿臣谢皇阿玛成全。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是。甚好。苏培生，奴才在。皇四子弘历，温公朝夕，执事有客，着封为宝亲王。这儿子谢皇阿玛隆恩。请皇后娘娘安，请熹贵妃安。戏唱完了，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就好比弘历一定会姻缘美满，青英只能被弃出宫，弘时逐出皇室，你呢，只能是禁足景仁宫，与深爱之人不复相见。你是谁？也配跟本宫说话？皇后娘娘，请息怒。其实，臣妾能做什么？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您皇后娘娘亲自做下的吗？若不是你想保弘时为太子，朝中无人敢进言上折；如果不是你想乌拉那拉氏代代为皇后，若不是你想一个不爱你的男人钟情于你，也不至于如此痛苦。皇上口谕：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择吉日纳富察氏为宝亲王嫡福晋，高氏为格格。花好月圆，终究是弘历的。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谁？青英格格。怎么会？四阿哥今天去养心殿向皇上求来的，奴才告他了。看来，不是每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咱们的戏还没唱完呢。熹贵妃呀，我每走一步你就算一步。保弘时的折子是你撺掇人上的吧？可是你千算万算，算不到弘历对我的侄女青英如此钟情。那又怎样？只不过是个侧福晋。就算是侧福晋，也是弘历不顾前程，花了好一番心力在皇帝那儿求来的。弘历这样用心，这名分有什么可计较的呀？钮祜禄氏，你我咱们走着瞧。戏是还没有唱完，可惜皇后娘娘是看不到了。锁门。锁门。青英，你是姑母，也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了。青英，青英啊！儿子请额娘安。来了。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
又定了你的婚事，双喜临门。如今额娘看着你，才觉得你真是长成了。额娘，儿子有今日，一切都在于额娘。只是有一事未能先向额娘请示，还请额娘宽宥。啊？何事？儿子冒昧，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求了皇阿玛，最终定了富察氏为嫡福晋，高氏为格格。也请皇阿玛准允了，容了青英为侧福晋。这般选择挺好。坐。额娘不怪儿子。怪你什么？坐吧。谢额娘。儿子知道，额娘一向不喜欢青英。额娘对青英格格无所谓喜不喜欢，无非是皇后禁足受罚，额娘不想让青英格格连累了你。是儿子莽撞，只是在降雪轩里，儿子已经给了青英如意。若是她的侧福晋之位，儿子无法保住，只会显得儿子无情无义。所以只希望额娘不要受到皇额娘的影响，而迁怒于青英。乌拉那拉氏自惹祸端，已受皇上责罚。如今你皇阿玛已经封了你宝亲王，也允了青英格格为你的侧福晋。看来他已经不为此事责备你了，那额娘就更不会再说什么了。只是青英格格性子倔强，日后你俩相处不协，你自寻烦恼。额娘，青英妹妹与儿子相识多年，性子相投，不会处不来的。你就这般认准了她，甚至还不惜以自己的前途犯险，去求了皇阿玛。弘历，你想过没有？皇上若是为此而起了雷霆之怒，你我母子今日可不是这番景象啊！儿子让额娘担心了，儿子真没想那么多，儿子只知道青英妹妹是儿子心中想要的人罢了。你这孩子如此用心，但愿如你所愿，你与他姻缘和睦。儿子在此谢过额娘。阿玛，咱们真的不再为姑母求情了。你姑母说的对，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再求他，就会连累乌拉那拉家的。青英，你姑母的事儿咱们犯愁，可你的事儿又如何是好呢？2位皇子选福晋，你都落选了，那往后能嫁什么人家？那儿不接旨。哟，出什么事儿了？是喜事儿。您跟青英格格跪领吧。快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左领那尔部之女乌拉那拉氏，天资清逸，性语贤明，柔贤内政，书问外宣，是用命耳为宝亲王之侧福晋，钦此。奴才领旨。宝亲王？是呢，皇上封4阿哥为宝亲王，又指了富察氏郎化格格为宝亲王的嫡福晋。您家青英格格为侧福晋，另外高大人府里西岳格格为格格。真的？青英成了宝亲王的侧福晋了？这还能有假？青英格格，您那日没拿到的荷包，今天奴才亲自给您送来了。这荷包来的可不容易，这是宝亲王向皇上给您求来的。多谢公公。
宝亲王与嫡福晋富察氏8月初1成婚，侧福晋乌拉那拉氏与高氏格格8月初2进府。好好准备准备吧。奴才领旨，多谢皇上恩典。青英，怎么那么久才来啊？等你好久了。你不高兴啊？我知道，侧福晋是委屈你了。我不是在意这个，我现在在想，我是不是该嫁进王府？可是因为皇额娘的缘故啊。是啊，从前在这儿玩的时候都觉得好玩，可是如今在看宫里，我又觉得心慌。皇额娘的事情，我会再和你一起想办法的。我也明白你现在的感觉，可生在皇家，无一日不感受到这宫墙下的冰冷残酷。青英，我会尽我所能的护着你，不再让你受任何的苦楚，哪怕以后再碰到任何的风浪，我们一起面对。熹贵妃也不会喜欢我吧？皇阿玛已经把你允给我了，相信额娘也不会再说什么了。而且我也跟额娘说过了，不要因为皇额娘的事情而牵连你的。我还向她表明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只有你一人。弘历哥哥，你知道吗？那日在这里，我叫你来参加我的选秀，我的心里是多么紧张啊！在江雪轩的时候，你没来，我心里多忐忑。后来还好你来了，还接了我的如意，我心里总算踏实多了。我也明白你的性子，你不愿意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你。所以，你心里有我的是吧？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同我在一起？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你放心。侧福晋到，月格格到，请侧福晋月格格入内行礼。拜见王爷福晋。都起来吧。谢王爷福晋。你们之前都与福晋见过的。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听说是安拿来的贡品，所以便转赠给2位妹妹，以表倾慕之情。多谢福晋恩赏。这往后啊，都是一起伺候王爷的姐妹，不必拘束。2位妹妹的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今儿是你们进府的喜日子，都早些回去歇息吧。妾身告退。王爷，
难得看你这么规矩的坐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我也不习惯。要不，我帮你揭开盖头，让你松快些。好。好看，比我想的更好看。你穿红色也好看。青莹啊，你终于嫁给我了，好像做梦一样。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跟你说个悄悄话。你这样不太好吧？你是我自己选的人，做侧福晋已经是委屈你了。第一夜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她是我的发妻，我会爱敬她，尊重她的。格格，王爷今夜去了侧福晋那里。王爷昨夜虽歇在福晋房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真的吗？千真万确。那如此说来，福晋心里也不舒服。格格，如果您能得到福晋的帮手，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去把我的琵琶拿来。是。我还不信了，我能一辈子就是格格。说不定明天晚上王爷就来我屋里了。格格多才多艺，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王爷去了侧福晋那儿，怎么会呢？你没看错吧？福晋，奴婢没有看错，王爷的确歇在侧福晋房中。烛火都熄了。你下去吧。是。福晋，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却推说身上太累，未行周公之礼。今夜又去了侧福晋那儿，今儿是侧福晋入府。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但无论如何，总归老夫人说的对，您呐得拿出手段来，对侧福晋他们得好生提防才是。王爷越是喜欢他，我就越得拿出嫡福晋的气度。我得做得更好，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王爷无可挑剔，就会觉得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嫡福晋的。请福晋安。都坐下吧。谢福晋。册封西苑妹妹为侧福晋的旨意下来了，恭喜岳福晋。当初你跟青英一起进府的时候，我赐给你们每人一支赤金莲花翡翠珠镯，就是希望你们无论身份高低，也能亲如姐妹，不分彼此。如今你也成了侧福晋了，我看着真是高兴。多谢福晋。福晋赏的镯子，妾身和亲福晋每日都戴着。妾身能有今日，多亏福晋调教。你阿玛一直为皇上尽忠，如今皇上身子不好，王爷帮着理政，你阿玛出力不少，皇上要嘉奖你，也是应当的。绿云，你刚生下永璋，还是要仔细着身子。谢福晋关心。这说起来啊，
青樱、西月和我是差不多一起进府的，玉颜从御史来也不少日子了，连齐莹、海兰和婉音伺候王爷也许久。你们什么时候都能有子嗣，为王爷开枝散叶的才好。是，妾身们没有福庆那样儿女双全的好福气。别着急，慢慢来，都会有的。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吧。妾身告退。夫君，咱们去哥哥，不好了！好好说话，这是怎么了？皇上驾崩了！皇上，王爷呢？王爷接到消息，进宫了。怎么就走了呢？你不让我见你一面，丧仪我都不能去。皇上，您丢下我了，我才是您唯一的皇后，连丧仪都不让我去，皇上。娘娘别难过了，娘娘。娘娘，先帝驾崩，奴婢倒认为您从这儿出去的唯一机会来了。礼制所载，皇上登基应当尊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什么？景仁宫乃皇上的嫡母，理应尊为母后皇太后。熹贵妃是皇上的生母，可封为圣母皇太后。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两宫并立也是应当的。皇上，丧仪一毕，东西六宫
都要由皇上的嫔妃入住，那景仁宫仍住着大行皇帝的皇后，实在是不合情理。可皇阿玛曾说过，与景仁宫再不相见。所以说，大行皇帝的丧仪，景仁宫可以不出现，但是先帝毕竟不曾废后，丧仪一了，还是要正名分的。皇上，正嫡庶明尊卑，方可治天下。臣妾考虑看看。那臣等先告退。臣妾给皇上请安。你来了。这2日在丧仪上，看皇上唇干气燥，眼睛里也是红红的，所以臣妾给皇上煮了1碗杏仁露，润润肺。过来吧。坐。皇上，朕叫你坐你就坐。好喝。上次啊，咱们2个这么静静的说话，还是在府里呢。如今啊，却时过境迁了。是啊，那时候怎会知道大行皇帝骤然崩逝？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这皇阿玛的丧仪啊，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只是眼下有个难题，朕不知该如何。何事啊？朝臣中有人提议，将你姑母放出景仁宫，尊封母后皇太后。这么多年了，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安享晚年，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但是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尊封母后皇太后又是国事，臣妾也不便说什么吧。朕也是想着，皇阿玛生前说过，与景仁宫死生不复相见，所以朕的心里啊，很是难为。可朕又想，要是放你姑母出来，恢复了尊荣，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也可过得畅一些。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臣妾万分感激。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如若艰难，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朕知道了。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是，诺钦大人一得消息就递话进来，让告诉您知道。大行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景仁宫，这麻烦就来了。说是张廷玉大人先向皇上提议的，又有几位大臣陆续附议。张廷玉这老家伙，从来就把祖宗规矩、嫡庶尊卑看得比命还大。他要尊母后皇太后，那是防着哀家呢。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未必是存心跟您作对。哀家还能不知道那帮老家伙？后宫势弱，前朝那帮老臣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可朝廷里也不是只有张廷玉一个人会说话。傅家，你去回话给讷亲，他知道该怎么做。是。太后，这事儿不是皇上说了算吗？您直接跟皇上说，您不愿意不就成了？当年选福晋，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如今这件事，
咱们先别说话，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惦记着景仁宫那位。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起！皇额娘，今日的膳食是儿臣等各自进献的，请皇额娘尝尝。太后，是否先饮汤？太后，这是清主儿进献的火腿鸡汤。好好的鸡汤，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喧宾夺主。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没想到访了太后用膳，是臣妾的过失。两样东西炖一块儿，分了高低主次才好。想要并重，反而坏了味道。臣妾知错。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太后，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哀家没有胃口。皇额娘，您近日为心底哀痛，身子本来就不适了，若饮食再清简，那就更撑不住了。您好歹还是进一些吧。太后好不容易进些晚膳，却被青音姐姐败了胃口。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青音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臣妾有失，甘愿受罚，还愿太后顾及凤体，多进一些吧。